那是时候找别人合作了。毕竟大家都说 coding 的一个大重点是团队合作。那跟别人合作时会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对方想要你用你打过的程式怎么办？那这个时候你会有一个很直觉的想法，叫做那他就复制贴上啊。没有，我跟你讲，复制贴上这个方法逊毙了。你应该包成一行文字。那要怎么把它包成一行文字呢？Python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东西，叫做函数。也就是说，你可以直接把你打过的程式码包成一个函式。那之后别人要用你打过的程式码，他就直接用上面这一行字，上面这一行文字就好。像是下面这个范例，你可以看到我们打的程式码叫做 print hello，然后再 print word，那这个叫做我们打过的程式码。那上面有一个东西叫做跟我说 hello 世界，这个就是你要把它包成了文字样式。那今天如果你想要宣告一个函式的话，你不能忘记在最前面你还要写一个 def，这是一个算是一个指令，就是你跟 Python 说，接下来我要把跟我说 Hello 世界打包成这个样子。那我们先示范一下这个东西，它大概会怎么出现在你的 code 里面。当你今天你要把跟我说，应该说 Hello World 包成跟我说 Hello 世界的时候，你要先写 diff，因为你不写 diff 的话，你的 Python 不知道你现在想要你打这个东西是要干嘛。因为对 Python 它比较笨一点。那你打完 diff 之后，你就是开始输入你的函式名称，Hello 世界。然后这边有个小细节，就是它这边有个小刮弧，这个小刮弧非常重要。如果你不打的话，Python 也不知道你想干嘛。那这个小刮弧它其实后面还有它的妙用，那个是后面再讲。然后接下来就是打你要打的程式嘛。所以说，像我们这个功能，我们想要让它做的事情是 print 出 hello 和 word。那这样子你就得到了一个你自己的函式。然后当今天对方想要用 print 出 hello 和 word 的这个功能的时候，他只需要打跟我说 hello 世界，然后后面有个小细节，就是他连这个都要抄下来，连这个小刮弧都要抄下来，不然 Python 还是会报错。这样子之后，他就可以使用你打出来的功能了。哇操，这真是太棒了！你现在还会跟别人合作了。可是有个问题，如果对方想要把你的程式码刻制化，也就是说，对方不只想要我们的功能，就是他想要的功能不是只有把 hello 拼出来这么简单，他还希望他的程式码可以跟我们的程式码互动。我们的函数需要自己的短期记忆，就是说，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你前面在实现 Python 跟你互动的方法是，你先写了一个变数，然后让它后面有一个 input 在那边，所以这样子 Python 它才会有记忆，它才知道它要回你什么东西，让你跟它有互动感。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函式能不能也有自己的短期记忆？也就是说，它们能不能有自己的变数呢？其实是可以的。那我们看一下下一页这个程式嘛。这个东西其实它的做法就是说，你要在跟我说那个函式后面的小刮弧里面放入你想要放入的变数名称，像是我这边放 name，也就是说，到时候那一个想要跟我程式码互动的人，他应该要输入一个字串或者是啥都行，但尽量要是字串。然后接下来我就会让我的程式码跟它的传进来的东西做互动，那就像是这样，像是可能我想要让它的东西传进来的时候，我想要让它的东西传进来的时候，会接在我 Hello World 的下面。那我这边先把一个变数名称叫做它传进来的东西，然后接下来我会做 print，也就是说我会再输出它传进来的东西。其实这个时候它就会开始尝试跟你的函式做互动了嘛，那它就要传东西进来给你，像是它会传原来 is God，
那我的程式码就会去输出它传进来的东西，也就是这个字串，然后去让它感觉它的程式跟我的程式有互动感，这个就做到互动这一件事情了。那可是这边有一个地方怪怪的，什么地方怪怪的呢？它的程式码互动完之后，它的东西是输出在我的荧幕上面的，它不是输出在它的荧幕上面的。如果今天我们两个人远端操作，他应该是会想要看到输出的东西是出现在他的荧幕上面的。那咋搞？我们想要我们的程式码跟对方互动，也就是说，当今天他传了一些变数进来到我的程式码，那我也要回传一些变数给他的程式码。那其实我们 Python 准备的这个 define 函数，它还有一个很牛逼的东西叫做 return。也就是说，今天你收到一个变数之后，你写一个 return 给他，那他就会把 return 后面这个东西再回传给他的程式码。那今天你都已经说了，你的程式码会回传一些东西给他了，那他可能就会想办法去接收你传给他的东西嘛。那他会怎么做呢？那他的做法就是，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们前面宣告变数的方法就是前面是名称，然后等于某个东西，那个东西就会存进前面那个名称里面。那他接收这个变数的方法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他会写一个要拿来接收你变数的东西，然后接下来他会把使用你函数的程式放在后面。那这样子，你回传的东西就会传到它的变数里面。那我们来实做一下这个功能。那我们假设我们不想要 print hello world 好了，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让 hello world 加上它传的东西回传给他。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叫做这样，首先你要先写一个 return， 这个代表的是说它会回传东西给他的电脑，然后接下来打出 hello world 之后，你要加上它传进来的东西嘛，那我们就先把它传进来的东西变成字串，因为它传进来的东西可能不是字串，所以说我们要做多一点的谨慎，我们要用多一点的谨慎，不然你会炸裂。那接下来你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叫字串跟字串的加法？那这个东西其实字串跟字串的加法，就是它把两个字串接起来，就是字串跟字串的加法。所以说，像它现在如果传进来 hello，它现在传进来 you like scar， 它就会把 hello world 跟 you like scar 给接起来。那相信这个东西应该还可以理解。然后接下来就是它要去接收我们传回去的东西嘛，所以说它就会写一个变数在这边，然后接下来它就可以在它的电脑上面得到我们回传的东西，然后它就可以去它的电脑上面去做输出。那它就不会出现什么他想要输出的东西在你电脑上面做输出这种怪事情。那当你学会这个东西之后，我们要来介绍一些函数的互用法。那这个东西就是稍微提一下了啊，后面可能会用到，但基本上你看到应该就想起来。像是说，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变数或第二个变数，它不一定要对方回传进来东西，像是你的这个变数可能是某一些什么重力加速度啊，或者是什么鬼东西，那你这边就可以先写一个9.8。那你可能会问啊，不是啊，重力加速度就9.8，它是要传什么东西进来？那这可不一定，可能它是在做什么神奇游戏，或者是什么，它的重力加速度要不一样，所以当它需要的时候，它就会去传重力加速度的变数给你；当它不需要的时候，它就不会做这样的动作。然后你竟然这边你可以先给变数弄一个值给他，那他能不能去针对特定变数去传值给你呢？他也是可以的。像是他可能不想改第一个变数，他只想要改动 name 和第二个变数这两个变数，那他就直接写 name 等于菜鸡，也就是说
他要把菜鸡这一个字串回传到 len 这边，然后把5这个数字回传到第2个变数这边。那这样子他就可以略过第1个变数了。好，太棒了，恭喜！如果你成功听完这一节课的话，这代表你大概学会函式了，恭喜！